原来她就是王一博背后的女人，娱乐老总身家上亿，难怪她能成顶流，一句话就能上热搜，这种本事杜华是有的。2026年7月，综艺姐姐当家2刚开播，乐华老板杜华一句我遇到王一博很幸运，王一博遇到我也很幸运，直接被网友的口水淹没，评论区几乎清一色的反问，财报都摆在那儿了，你俩谁沾谁的光，心里没点数吗？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也想翻白眼，但等我把这档节目和乐华这些年的家底翻了个遍，反倒觉得杜华这话没那么欠揍，他甚至有点心酸，因为镜头里的杜华跟大家想象中那个不可一世的娱乐女魔头完全是两副面孔。先说这次综艺最炸的不是热搜，是她哭了，一个在圈里横了20多年的铁娘子，节目开场没多久就当着镜头掉了眼泪。她自曝去年在飞机上突然身体撑不住，落地一查，广泛性焦虑症。从那以后，晚上不吃安眠药基本睡不着，一个身家上亿，住北京独栋别墅，手握顶流的女老板，混到靠药片入睡，这画面确实挺魔幻的。但你听他掰扯焦虑的来源，又觉得合情合理。公司300多号人张嘴要发工资，乐华大厦每个月的贷款雷打不动，整个艺人经纪行业在往下走， AI 又杀进来搅局等等，这些东西堆在一个人肩膀上，换谁半夜不失眠？我特别认同他在节目里那句判断， AI 替代不了顶级艺人，但一定会淘汰掉那些没有个人 IP 的普通从业者。这话听着扎心，可它就是行业现在最真实的走向。杜华把2026年直接定成了乐华的转型年，跟老公商量着搞 IP 加 AI 加机器人，专门成立了 AI 公司。一个做了17年传统艺人经纪的人，被逼到要去啃机器人这块硬骨头，你就知道他心里那根弦绷得有多紧。回到那句挨骂的互相成就，到底谁欠谁的？想搞明白这事，得把时间倒回2011年。那年，王一博还是个在洛阳跳街舞的13岁小孩，参加街舞比赛，被乐华星探一眼相中，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偶像流水线，放弃中考，远赴韩国，一练3年半，语言不通，想家也得憋着。2014年，他跟着 UNIQ 组合出道，结果没红。中间当过《天天向上》主持人，演过没水花的网剧，一直熬到2019年那部古装爆款《蓝忘机》一脚把他直接送上顶流神坛。从这个链条看，杜华说他遇到我很幸运，还真不算吹牛。没有当年那笔真金白银的投入和一整套造星体系，那个跳街舞的少年未必能走到今天。可问题就出在，商业世界从来不看情怀，只看数字。我特意去扒了乐华这些年的财报，看完只有一个感受，这家公司简直是把身家性命全压在了一个人身上。2019年，王一博贡献总营收 16.8%， 2021年飙到 49.5%， 到了2024年，公司总营收 7.65 亿，他一个人干进来 4.59 亿，占比超60%。2025年还是维持在60%以上，这什么概念？公司40多个签约艺人，剩下所有人加起来的吸金能力不如他一个，所以坊间才流传那个段子，公司为什么能上市？因为王一博。为什么能盈利？因为王一博。这话虽然是调侃，可离真相真没差多远。
乐华2023年上市的招股书里，王一博的名字被提了18次，投资人翻来覆去就关心一件事，他续约了吗？还能续多久？所以我特别理解网友为什么不服那句互相成就。大家看的是当下，一个人扛着一家上市公司往前跑，几百号员工靠他吃饭，这难道不是王一博在成全杜华？但我的看法是，纠结谁欠谁其实特别没劲。在我看来，这俩人早就不是简单的老板和艺人关系了，更像两个在风浪里死死攥着对方胳膊的人。前期是杜华的资本给了王一博一张温床，后期是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替杜华守住了整个盘子。2026年初，这是有了结果，王一博续约，乐华直接甩出1250万股做股权激励，折算下来2000多万港元。他从打工人变成了股东，到这一步还谈什么运气？这就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顶级的利益捆绑，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谁。当然粉丝那边一直有话说，觉得王一博后来的电影、高奢、赛车这些顶级资源多半是靠他自己的口碑攒下的，公司没帮上太多。这话也有道理，毕竟杜华手握40多个艺人，愣是再没复制出第二个王一博，这确实是他造星能力的一个短板。杜华为什么这么怕失去？因为他太清楚一无所有是什么滋味了。江西南昌普通人家的女孩，没背景没靠山，大学靠摆摊倒卖 CD 挣生活费，北漂那几年住地下室，日子紧巴巴。她这辈子下过最大的一次赌注是在2009年，那会儿她刚生完儿子2个月，扭头就赶上供职的华友世纪被盛大收购，职业经理人的路走到头了。搁一般刚当妈的女人早崩了，可她揣着商业计划书就去见投资人，要下一句我要像卖白菜一样卖音乐，聊了不到20分钟，对方当场拍板给了200万，乐华就这么起来了。创业最难那阵，200万烧得飞快，他把房子都抵押出去续命，还给自己想好了后路，实在不行就回去打工。你让这么一个把命都押上去，才换来今天100亿身家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搭起来的偶像工业被 AI 冲击，他能不焦虑到吃药吗？有意思的是，商场上杀伐果断的杜华一进家门画风全变了。这次综艺头一回把他全家端上台面，丈夫孙一丁比他大13岁，商界出身的老总，一头白发，气质儒雅。结果就因为这头白发，他带着10岁小女儿叮当在小区遛弯时，被邻居大妈随口叫成了爷爷。这一声直接把纵横商场几10年的老总整破防了，转头就跑去把头发染黑。想想都好笑，父女俩年龄差将近50岁，被认成爷孙也不算冤。这是个重组家庭，俩人各自带着前段婚姻的孩子，又生了小女儿叮当。小姑娘鬼马精灵，当镜头面吐槽爸妈从不撒狗粮，还给俩人起外号叫离婚搭子，童言无忌。可这4个字倒把这家的相处模式概括得死准。最让我乐的是大儿子赵楚长，这孩子2009年出生，跟乐华同岁，从小泡在练习生堆里长大，10岁上过变形记，如今蹿到185，亲妈是内娱巨头掌门人。这小子偏偏是个反骨仔，嫌1个月5000块零花钱不够花不说，居然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最崇拜对家时代峰峻的老板李飞，做梦都想去竞争对手那儿上班。你看，能左右半个娱乐圈的女强人，
照样搞不定一个青春期的儿子。我反倒觉得，正是这些鸡飞狗跳的家常琐碎，让杜华身上那层冷硬的外壳裂开了缝，露出了底下最普通、最松弛的一面。说到底，他这辈子都在给自己找安全感。乐华的市值从巅峰的50多亿港元，一路跌到如今的16亿上下，缩水了2/3。杜华比谁都明白，靠一个人撑起整座帝国的故事，好看却脆得像玻璃。所以他现在这么拼命地折腾虚拟人、AI、机器人，本质上就是在给自己找下一个救生圈。他不想让全公司的命运永远记在一个艺人的合约上，这种结构本身就危险的吓人。外界总爱调侃他造不出第二个顶流，可我看他这17年，从一个连坐月子都不敢歇的单亲妈妈，熬成资本市场上沉浮的掌舵人，其实早就赢过太多人了。运气能点燃一次烟花，但能在名利场里站上快20年还没被掀翻的人，靠的绝不是运气，是那股子死活不认输的劲儿。在我看来，杜华真正的安眠药从来就不是哪个明星，而是他自己那颗停不下来也不肯服输的心。